我家这大胖媳妇儿现在应该是北京朝阳区所有外卖小哥的暗杀对象。自从她来到北京，应该聊疯过无数个外卖小哥。大胖媳妇儿跟我说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最难的事儿就是点外卖。点本身不是问题，现在烤冷面、半鸡架人家都会搜，问题是接外卖。我说为啥？他说因为外卖小哥会迷失、会脆弱、会崩溃，然后会给他打电话求助。但是大胖媳妇儿的汉语水平呢，自己都老丢，根本听不懂。那天有个外卖小哥给他打电话说，你家是20号楼啊？大胖媳妇说是。然后外卖小哥说，我在西新超市呢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，我在家呢。因为我家这小区楼很多，门也很多，所以就老有外卖小哥找不着。大胖媳妇为了吃呢，就得非常努力的背怎么给他们指路，死记硬背。他上周刚刚背诵下来，如果一个小哥从南门进来找不着，应该怎么指？照镜子，看着镜子左怪。但是呢，每个小哥他走丢的方式各不相同。刚背完从南门进来的指导全文，下个小哥打电话人从北门进来的全白费了。为此他还自己画了一个思维导图，这是我见过的人类史上最高级最复杂的接收烤冷面流程图。人家说这个东西学名叫统一建模语言，从南门进是还是不是？是，那就怎么通过亭子引到红色儿童滑梯；不是，那将自动被推送到北门或西门系统。北门进来的是还是不是？是，那通过鱼池再引到红色儿童滑梯；不是，再推送到西门系统。最后通过各种地标把所有目标都引流到红色儿童滑梯。流程图人都配备完了，现在每次一接外卖电话之前就站在黑板面前有备而战。但是架不住的是，人有的外卖小哥他不咋说普通话。昨天那外卖小哥河南口音，那俩人的电话打的呀，那外卖小哥说，我招不住你啊。大胖姐老紧张了，放下吸尘器过来找我呀。他要捕捉我。你好，小妹，我招不住你啊！那咬不住我。这咖啡给煮上发了，我上北了，我上北了。因为沟通不明白，小哥总急眼，大胖媳妇都不敢开门。幸亏咱家装的凯迪式 K70千里眼智能锁，有人在门口逗留，小程序会提醒预警，一键查看情况，画质超清晰。有急事还能用室内屏联系我，出入直接刷脸挥手，方便可靠。昨天又整疯了，我看他陪孩子背古诗，我非常开心，我想给他设置一个惊喜，鼓励他一下子。那鼓励他啥呢？我就给大胖媳妇点了一份半鸡架，他都不知道，突然间有个外卖电话就来了。这外卖小哥是东北的，真的要骗你都不是人。这位外卖小哥找不着路时候的沟通方式非常的魔幻的，他是这么说的：那我在那个西新超市门口呢，我现在屁股朝北，我咋整？大胖媳妇非常懵啊！谢谢你的分享，但是 Who are you？ 对方说，我送外卖的，我导航瞎导，没找着山丹园呢，哪有山丹园呢？我顺导航都导出去了都。我现在呢，我就搁这超市门口站着呢，我脸朝南，屁股朝北。我现在大胖媳妇就非常不解，赶紧把电话给我说，你跟他说，他如果迷路了，我可以去找他。但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一直强调自己屁股朝北呀？咱们不都是屁股朝下吗？朝下吗？最后为了这半鸡架，出去找的人家接的这外卖，都接着半鸡架了，还特意回头瞅人一眼，完跟我说，这不也朝下长的吗？也朝下长。我老公看中医把人家老中医整疯了，人家说他痞湿痞寒，他说他只是屁多屁臭。是这样的，大胖媳妇平时吧，她不看中医，她甚至都不看任何医，她就活的吧无比的健康快乐。但是呢，她有个外国朋友在一个中医馆办了一张卡，最近要回国，就病没看完呢，人走了，就把剩这2200块钱的中医卡给了大胖媳妇。大胖媳妇手拿着这个中医卡，就实在是不忍心浪费，问我要不然就去看看病，万一有。结果大胖媳妇就去了，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的中医问诊，她完全不了解情况。然后这医生给她把完脉，就开始慢慢问各种问题，很多问题。你最近吃饭香不香啊？饭 rice 香不香？大胖媳妇看了我一眼，跟医生说，盖饭香，炒饭香，黄焖鸡米饭香，有点菜汤都香，纯大米饭的话不香。医生，我饿了。我喜欢排骨肉、大盘鸡、羊肉泡馍、饽子，你有的吗？我喝的。还行。然后医生问，你爱吃重油重辣的东西吗？大胖媳妇说，看菜，毛血旺我喜欢重油重辣的，但你说像小龙虾哈，我其实喜欢五香的。不上的手风扇。真香！然后问了众多问题之后，医生说，你呀应该是痞湿痞寒。大胖媳妇看着医生，尴尬的说，我只是屁多屁臭，我极少遇到屁湿的情况。他那个痞湿非常严重，我就是脾肚脾超，脾肚脾超。然后医生就觉得他有点毛病，然后大胖媳妇也觉得医生有点毛病。都聊到这儿了，大胖媳妇问我，这医生也太唠嗑了，唠20分钟了，啥问题都问，他咋还不看病？我才明白，这个中医问诊时候讲究这个望闻问切，就是问很多问题来了解你的身体情况，而不是像西医是靠测血呀、排片这些。大胖媳妇她完全不知道，她以为看病一直都没有开始，只是遇到了一个很义的医生，在看病之前想跟他先交个朋友。我说你仔细思考医生说的话，严谨一点，别瞎回答，这都是诊断你的依据，好好回复，明白没？他说都看上病了，好好。然后医生最后一个问题，对了，你那个大便容易成型吗？大胖媳妇看看我，又看看医生，思考了很久，容易成型吗？那玩意儿我也没捏过呀，然后医生给他开了一次针灸，原来他对针灸也是有一些误解的，他以为针灸扎进去就完事儿了，但是那医生每隔一小会儿就会过来转一转他的针，这是人家的手法。但大胖媳妇以为这个医生他就是多动症，没事就过来鼓捣一下这个针，人家医生搁那儿拧针呢，他告医生别玩别玩啊！小人
回家我发现真给他疼够呛，裤子都湿了。我说你赶紧把衣服脱下来，我给你洗洗。咱家最近新换的三星 AI 爱神，有更聪明的 AI 泡泡镜，能感应衣服面料来出泡，洗得更干净，还能省70%能耗。食品级蒸汽除菌，洗完就烘，干干爽爽。超薄嵌入设计，不占地方，容量更大，颜值还高。医生给出的治疗方式有3个，3管齐下，一是针灸，2是食疗。医生说回家之后15片黄芪炖1只鸡，连吃10天。大胖媳妇听成了每天1片黄芪炖15只鸡，连吃10天。大胖媳妇说我觉得我最多一天能吃9只鸡，9只鸡。最后一种治疗是摁肚子，医生说这3种一起治，能改善他的脾寒脾虚。我控制不了，皮哥皮臭，我意思。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，我妈当初在伦敦误入英国不法分子窝点，结果阴差阳错把不法分子给吓着了。一个铁岭大妈冒充泰晤河畔黑帮教父的真实故事是这样的：我妈当初呢在伦敦陪我生孩子，在医院产房陪呢，我的产婆就来了，说我们呀赶上了这个英国的生产旺季，就每个人只能有1个陪护，我妈现在就得走。我妈呢光听着医生哇哇说，啥也没听懂。我老公听完呢就很不理解，就跟医生说就咱们英国呀加拿大呀，就咱们这些人就不要提什么生产旺季了，就咱们这点人口，一茬不接一茬，4楼升起一个，2楼走一沓，还好意思管自己叫生产旺季？你叫生产旺季的话，印度那产房叫啥呀？甩子秒杀呀！再说我这个丈母娘她不会说英语，你现在给她撵走了，她上哪去？但他们就非说不行，这生产旺季必须得走一个，就硬给我妈撵走了。但我当时要生了，我妈怕我上火，说没事姑娘没事，不用惦着，妈有钱，妈在这附近找一个这个高端招待所住一住，孩子要出来的时候你告诉我啊，我回来。然后呢他就走了。但实际上呢他是不可能舍得花那个钱的。我妈就大半夜在这个大不列颠的街头游荡，然后咱们的妈妈呢对国外的这个街头一无所知，根本就不知道哪个街区看起来就很危险。同时呢国内的治安比较好，她习惯了，压根就没往那上想，大半夜的走到了一个英国街头小混混2道贩子的聚集地，一个小酒吧。就那地方我平时都不敢抹边，我妈咔家进去了。这个地方我怎么跟你形容呢？这是一个伦敦不法分子的接头点，这里所有的人都带着一条大金链子，只有我妈带了俩。这里混得好的人能镶一颗金牙，只有我妈门牙东边全是。就是他们的时尚品味其实很像。这里的每个人呢都在抽着烟，就焦灼的等待，有的人在等待一批就是盗窃的手机，有的人在等一批假包假表，各有各的路子。这时候一个新面孔大模大样进来了，人就很好奇说你来等什么呀？我妈呢居然就听懂了他们的问题，并且非常沉着淡定的回答啊，我呢等一个孩子。这事儿瞬间就传开了。来个玩的大的，谁呀？就那边那个拿扎啤杯吹热水的女的。你说咱们倒腾个手链子，吓得手指抖，没想到人家玩的是人口。我妈呢还拎了一个板板正正的小皮包，人家都在估算一个孩子对等的现金量，其实里边是盒饭装的鸡蛋酱。几个小时之后，我老公去找我妈，找这地方给我老公吓坏了，平时这地方他也不敢去啊，他以为我妈在里头不得受欺负啊，结果进去之后发现我妈简直就是那里的教父啊。我老公回来跟我学，你妈就拿着个啤酒杯坐在一群黑人兄弟之间，面不改色，巴巴还给人上课呢。你们我告诉你都少喝点凉的，我告诉你到老了病都来找你，不是我说。剩下这一屋人谁也听不懂他说啥，但都离他好几米，敬畏。你妈突然一伸懒腰，人家偷摸都掏枪了。然后我妈这位铁岭教父就被我老公带回了医院，我妈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还跟我说呢，这外国人太能喝凉的，太能吃凉的。结果到了医院呢，发现我老公给我准备的零食也是冰镇的凉西瓜，给我妈气得直蹦，就教育我老公，哎呀，西瓜性寒，凉西瓜大寒，产妇性温，应该远离性寒的。我老公说我刚给你从犯罪窝点给你解救回来，这就教育我说的啥呀？啥也没听懂。西瓜性稀，产妇性张，谁姓妈你姓韩呢？